中国曾经热闹非凡的县城商业街，如今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寒冬。那些曾让县城年轻人趋之若鹜的潮牌店、奢侈品代购店、网红奶茶店，如今不是关门转让，就是苟延残喘。商铺转让率高达60%，沿街店面清仓甩卖的横幅随处可见。这不禁让人疑惑，中国县城的消费降级究竟有多可怕？让我们先来看几组触目惊心的数据。根据某市场研究机构的调查，2023年第4季度，全国县域零售额同比下降28.3%，这是自2015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大降幅。其中，服装店销售额同比下跌42%，餐饮收入同比下跌35%，美容美发店营业额同比暴跌53%。更令人震惊的是客流量数据。以湖南某县城最大的商业综合体为例，2021年日均客流量在3至5万人次，2022年降至1至2万人次，到2023年底竟然只剩3000-5000人次。客流断崖式下跌，直接导致商户经营困境。一位商场租户透露，现在一天营业额连5年前的零头都不到，每开门一天就要亏损3000元。记得2021年时，县城消费还处于亢奋状态，当时随便一个县城购物中心都能看到 LV、Gucci 的代购店，小香拉菲成为县城白领的标配，几千块的化妆品随便买，动辄几万的奢侈品包包卖得热火朝天。甚至有调查显示，2021年县城居民在奢侈品上的支出占收入比例达到惊人的35%，远超一线城市居民的22%。但如今，这些代购店要么倒闭，要么转型成了杂牌包包店。原本月收入过万的美容师改卖盒饭，月入2-3千还算不错。曾经动辄上百元一杯的网红茶饮，纷纷改打15元特价的招牌。这种消费降级背后是赤裸裸的生存压力。商户们节节败退的另一面是实体经济的全面萎缩。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全国1832个县城中，有超过1200个县城的 GDP 增速低于3%，其中458个县城甚至出现负增长。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21.6%，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数减少386万，这意味着大量工厂停工关闭，年轻人失业返乡。有人说，县城还有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等铁饭碗群体，他们的消费能力依然强劲。然而现实是，连这些曾经的消费主力也开始紧缩钱包。以河北某县为例，该县共有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约8000人，月均工资在6000至8000元之间。但在去年的机构改革后，人员压缩30%，绩效工资也大幅缩水。一位基层公务员无奈地表示，以前每个月还能剩个2-3千，现在月月光，有时还要找家里借钱。更让人心酸的是养老金亏空问题。据权威机构测算，目前全国至少有857个县级行政区的养老金收不抵支，其中203个县的当期缺口超过50%。这意味着，就连退休金都可能无法按时足额发放。在这种情况下，公务员群体的消费降级已成必然。曾几何时，县城可是地方政府最喜欢秀的政绩担当。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大型商业综合体遍地开花，各种形象工程此起彼伏。但谁能想到，这些光鲜亮丽的外表下，竟是触目惊心的债务黑洞。根据审计署披露的数据，截至2023年底，全国1832个县级行政区的政府债务余额高达31.2万亿元，平均每个县背负170亿债务。更可怕的是，有786个县的债务率超过100%，意味着就算变卖当地所有可变现资产，也还不清欠债。拿河南某县为例，
这个只有28万人口的小县城，竟然背负着312亿的债务，算下来，每个居民都要替政府背债111万。而当地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只有区12亿，连付利息都困难。一位县政府工作人员无奈表示，现在连发工资都成问题，只能东挪西借，勉强维持。债务只是表象，更深层的危机是人口快速流失。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有1527个县域出现人口净流出，其中458个县的年度人口流失率超过3%。这意味着什么？一个10万人口的县城，一年就走掉了3000多人，10年后可能就只剩下老人和孩子了。具体到年龄结构，情况更是触目惊心。以江西某县为例，2023年该县18至35岁年轻人口比例仅为 15.2%， 而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高达 28.6%。当地一位乡镇干部说，现在村里年轻人都走光了，整个乡镇找不到一个90后。结婚的姑娘越来越少，一年到头也就办几场婚礼。记得10年前，各个县城还在大搞工业园区，动辄几十平方公里的产业园区规划的热火朝天。但现在呢？有机构调研了湖南、江西、安徽3省的42个县级工业园区，发现其中27个园区的企业入驻率不足 30%， 厂房闲置率高达 70%。 更让人心酸的是，就连那些还在运转的企业也都奄奄一息。某县经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该县规上工业企业同比减少 31%， 其中纺织服装企业从原来的86家锐减至23家，电子加工企业从52家降至15家。一位老板表示，现在工人工资涨了，原材料涨了，但产品价格却越来越低，根本做不下去了。人口流失、产业萎缩必然导致商业凋零。以河南某县城最繁华的中山路商圈为例，这里曾是当地淘金圣地，一铺难求。但如今，整条街超过 40% 的商铺都挂着转让的牌子，剩下的商铺也是门可罗雀。有路过的老人感慨，以前这条街晚上10点还人山人海，现在8点就死城了。一位从2011年就开始在这条街上经营服装店的刘老板说，以前周末一天能卖7、8千，现在好几天都卖不了一件衣服。去年商场搞活动，把100块的衣服降到29.9，还是没人买。更让人唏嘘的是，这条街上原本林立着27家奶茶店，如今只剩下5家苦苦支撑，其中3家都打出了15元特价的横幅，可店内依然空空荡荡。这还只是表象，更深层的问题是，一旦商业凋零，就会引发连锁反应。商铺关门了，房东收不到租金，开发商就收不到公房款，银行的贷款就收不回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据统计，2023年全国县域的商业地产空置率达到惊人的 42.3%， 而商业贷款的不良率高达 8.6%， 这些数字都在不断刷新历史记录。今年2月，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联合发布了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号称要打出一套组合拳来拯救县城经济。但仔细研读这份文件，不难发现，这不过是又一次炒冷饭。比如提出的支持县域特色产业发展，早在2019年就喊过。当时全国一共规划了385个特色产业集群，投入财政资金超过2000亿。但结果如何？据统计，这些特色产业集群中有 67% 已经名存实亡， 25% 处于半死不活状态，真正发展起来的不到 8%。再说加大金融支持力度这一条，光是2023年，各大银行就已经向县域投放了 1.8万亿的贷款。但问题是，
这些钱都去哪了？根据审计署的抽查，约42%的贷款资金被挪用于偿还旧债，35%沉淀在各类形象工程中，真正用于产业发展的不足23%。最近，不少地方政府又开始大搞夜经济、手电经济，妄图通过几场灯光秀、几个网红打卡点来提振消费。但这种空中楼阁式的繁荣能维持多久？以某省会城市周边的一个县城为例，去年投资3.2亿打造了一条网红夜市街，请来几十个网红主播带货，一度热闹非凡。但好景不长，3个月后人气就跌到谷底，商户投诉无人问津。最后的结果是，政府投入的3.2亿打了水漂，还要继续补贴商户，防止他们集体撤场。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手电经济。某县城砸重金引进了一家奢侈品品牌的县级手电，当地领导拍胸脯保证年销售额不低于3000万。结果开业3个月，总销售额才堪破100万，还是靠政府机关组织消费硬凑出来的。说到底，县城的困境是整个中国经济转型阵痛的缩影。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中等收入国家的县域经济普遍会经历成长、衰退、重构的过程。但问题是，中国的县城是在没有完成成长的情况下就开始衰退了。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1832个县城中，人均 GDP 超过10万元的只有186个，其中90%是依靠资源开采支撑的。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县城还没达到工业化的巅峰，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更要命的是，这些县城既没有技术创新能力，也缺乏产业升级的基础，甚至连年轻劳动力都留不住。有专家预测，到2030年，全国至少会有30%的县城进入休克状态，即财政收入无法维持基本运转，人口净流出率超过5%，产业体系基本崩溃。这意味着大约500多个县城将面临死亡威胁。最近，各种保卫县城、振兴县城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当权者更需要的是直面现实，县城的衰落不是短期现象，而是不可逆的趋势。靠喊口号、搞运动式振兴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不是所有的县城都值得，也不是都能被拯救。与其沉迷于各种形式主义的振兴计划，不如认真考虑如何帮助注定衰落的县城实现有序退出，如何保护那些失去生机的县城里的老年人，如何为年轻人创造更好的向上流动通道。这些才是当权者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